Hello， 大家好。那在和大家试今天的新车之前，我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工作哈。最近试了劳斯、马丁，也要马上去试新款的法拉利了。就试到这些车的时候，你有感觉，哎，有钱真好。有钱的生活是什么？你买一台好车，无非是让自己开得更快或者更加豪华。那这样一个价值观，我觉得对于汽车来说，几十年它是没有去更新的。有钱当然很好啊，开得快很豪华当然很好，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更加新鲜的东西出现，或者会不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会瞬间去打动你一下？所以今天试到了这台车呢，我觉得是带着一点理想主义的感觉，你会对它有所怀疑，但是你真的会被它的一些新东西所打动的。所以我身边的这台车呢，就是华人运通的高和 HiFi X。那说起来，这个华人运通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当然，它是一个新势力造车了，但里面的人呢，可一点都不新，这是几个老男人的一个创业的骚作品。这几个老男人到底有多骚呢？比如像给大家举例子啊，丁磊啊，这个是当时上海通用、上海大众的掌门人来的。再比如像他的 CTO 马克，这是捷豹路虎去做一个高性能的这些路虎 SV、SVR 等等这些车的一个创始人。再比如像他的 COO 陈维旭先生，以前也是去带过整个凯迪拉克品牌的，而且还有他的副总裁也是一个墨菲先生，当年整个亚洲的克莱斯勒、吉普等等品牌都是他一人带起来的。所以你想，这么多的老男人聚在一起，他们要去做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一定是会把自己非常骚的一面给大家展示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高和，它的 logo 就在这了。它其实是想去做一个中心对称的啊，它会把东西方的、把各种冲突的美学去融合起来。高和是什么？就是高度的融合嘛。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台车子的时候，我先要给大家展示的一下是这台 HiFi 是如何去变成一个变形金刚的。来，我拿出手机给大家来做一个演示哈。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一台车子你。给你10000种想象，你会想象它会有一个对开门，但是你会想象的是它的进出的方式也发生剧烈的变化了。以前我们上车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弯下腰来进去，但是你看今天我们要进到一台车里，谁说我们一定要弯着腰才能坐进一台车里？没错，这就是全新的一种交互的方式。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的车都长得一模一样，甚至开始无聊起来？这个门叫做 NT 门，它的想象力的原点不是在于工程师给了我5种的解决方案，我就把它拼接起来，而是在于一个人他更喜欢什么样的上下车的方式。所以我们说想象力是成为我们去发明创造最制约的一点。那再来看看这个大灯哈，一般来看这个大灯也有贯穿式的啊，它也有分体式的大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但其实在这个大灯里面，它用上了一个可编程式的大灯。它里面总共有1716颗小小的 LED 的灯组，所以它可以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呢？它可以帮你去做各种各样编程的做法。比如像当我看到一个喜欢的姑娘，我可以给她投出一个编程出一个小桃心，或者我看到老奶奶过马路的时候，我可以在地上给她投影出一条斑马线，您先过去。在下面会有一块的 LED， 这里面可以给我们显示出各种各样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像我今天和女朋友吵架了，我可以在这面写上我恨你，我讨厌你，或者再过2天我想她了，我可能又想告诉她的是你可以回来吗？都可以在这里去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和一个奥迪的灯长或者是宝马的激光大灯，它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是什么？前者是我们在想人需要什么，而后者是想工程师可以给我们多大的穿透力。我想这个本质是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这台车的内饰里面到底又会给我们哪些是我们想都没有想过的新鲜感。走，上车看看。我为什么坐在副驾给大家来讲这台车呢？按道理我不应该是坐在主驾来讲讲方向盘有多圆，然后这个仪表台有多大吗？不是，那是因为以前的车会给我们感觉是一种老派的风格，而当这台车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像是一台波音787的公务舱里的感觉。你像如果把方向盘给我拆了，我就真不觉得这像一台车了，更像一架飞机的感觉。你看啊，我前面会有一块液晶屏，这是一块真的液晶屏，
解决娱乐的问题；驾驶员前面的液晶屏解决信息的问题，而所有的交互都在这里。除此以外，你看我手边能够摸到的半本安的真皮，下面是一套英国之宝的高级音响，这也是以前路虎特别喜欢用的。然后头顶有一个大大的天窗，所以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的工程师要惦记的是，前面我要放个发动机，这里我就没空间了，所以呢，人就必须要在这里，一大块的手套箱放在这里。可是，当我们反过来想想，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反过来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人嘛，怎么做最舒服？其实这样做，不就更舒服吗？对吧？其实我在这台车里所看到的内饰有2个细节，我觉得是能够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兴奋的哈。它完全不是从工程师的宅男思维出发，而是从人需要什么去出发。比如像我看一个地方哈，打开空调，它有2个模式，一个叫避人吹风，一个叫对人吹风。这个有意思啊！买一台电动车，花这么多钱去买一台电动车的人，你想家里可能会有小朋友，会有老人，所以我们以前的工程师都在尽可能的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风怎么样去调节方向，但是从来没有想过风要不要吹到脸上。最舒服的感觉是什么？吹面不含杨柳风啊，那种风吹过来是有温度感，但是没有风感的。所以呢，它做出来的感觉就可以让你尽可能的去避开你的脸，避开人，去吹出这股风来，有温度的感觉，但是不让你感觉到风在吹你。那这台车第2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模式，它可以放出各种各样的模式来，比如像我们打开这里冥想模式，它就可以调度整台车里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像座椅调到一个放松的座椅状态，这时候风吹过来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模拟海风的声音或者模拟山风的声音，这时候你的听觉会感受到很空灵或者很躁动的声音，你可以闻到香氛的味道，你可以去感觉到温度等等。这个感觉是什么？我们说以人为本，让我们记忆深刻的，比如像跟前女友去过的一个酒店，它一定是让你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闻到了不一样的气味，吃到了不一样的食物，触摸到了不一样的感觉，而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东西。所以在这种冥想模式下，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让你放松、让你躁动等等等等的一些课程，这个是和 Keep APP 一起来做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见得它就做的有多么好哈，但是它一定是所有的汽车的工程师们他之前所没有去想到过的，因为他没有从人的本性去出发，而是从机械的本性去想，我应该要在这里做一个手套箱。所以这台车所给到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它一切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我坐到这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台 HiFi X 也有很强的自动驾驶的能力了，它有 L3 级的自动驾驶能力，当然是要根据法规的要求去释放哈。我们说 L1 级的自动驾驶可以短暂的释放双手， L2 级的自动驾驶可以把我们的双脚拿开， L3 级的自动驾驶我们的眼睛都可以脱离一部分了。但这台车呢，除了像做到 L3 级，它还可以做到 L4 级，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车人分离了。当然是在有一定条件下，比如像我们停到车里按一下钥匙啊，这台车会自动的过去给我们找一个停车位。如果这个停车场是有这些软硬件的支持的话，它真的是可以自动的找一个停车位停了，等到我要走的时候再一按回来找我们。这个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车为本的思考啊。首先要跟大家交代一点的是呢，我们现在试的这台车它并不是一台
最终的车辆，它也不是一个预生产，它甚至还在研发的状态。所以你看这台车里很多的状态啊，它都不是一个生产型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的一台车子嘛，我们就和大家浅尝辄止，和大家去简单的体验一下。先要告诉大家一些参数哈，第一个是电机220千瓦一个，400牛米一个，这样的电机一前一后来了2个，所以它有大概400多千瓦，也就是600匹左右的一个马力的输出哈。然后扭矩方面有800牛米，所以这样的车子加速起来，大家知道肯定是快的了。电动车这个扭矩的曲线它不是这样来的，它是直接上来就全给你足额释放的。所以像这台车做100公里加速可以做到3.9秒，如果是80到120这个中速的加速呢，它也来得非常快，3秒。所以加速的这一环呢，我们给大家体验一下，3、2、1，走。没有任何的声音，一台电动车可以在极短的速度里面扬起车头，然后给你一个急加速起来，这就是电动车一个独特的魅力。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电动车特别重，没错，这台车2吨半重，那它的一些操控的能力肯定是没有办法和一台1吨的这些小跑车去相提并论，但是一脚油门，一脚电门踩下去，车头微微上扬，然后所带来的那种加速的快感，甚至会让你脑袋里的血都往后涌。哎，这个就是电动车所不一样的一些地方了。那底盘方面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切换3个驾驶模式的，一个经济模式、舒适模式，还有一个运动的模式。当然呢，你也可以去做一个个性化的设定。如果是在这个个性化的设定里面，你就可以去设定各种各样的地方，比如像可以去设定悬架到底是一个舒适的、运动的，一个转向到底是轻的还是重的，再比如像我们这个方向盘上的这些换挡拨片等等，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甚至你可以去设定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动力回收的那个力度大概是多少。所以整个一套下来呢，几个模式下，其实这台车的感觉也会非常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现在在舒适的模式下，它的感觉有点开奔驰的感觉，就是那种晃着开船的感觉。哎，这个像什么？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试了一台奔驰的 GLS， 没错，就过一些这种的路况的时候，哎，你会觉得晃着，很容易把人晃睡着的感觉。那如果你是在一个运动的模式下呢，悬挂瞬间就变得更硬了，而且它的一个支撑模式也会变得更加硬一些起来。简单的说，就是从一台舒适的车变成一台运动的车，这时候你的双手也会感觉到它的一些变化在里面。那同样，底盘方面还有哪些硬件是需要和大家去交代的呢？前双叉臂，后面是5连杆，而且呢，这台车有一个4轮转向的技术。什么叫4轮转向呢？就在我们低速的状态下开车的时候呢，比如像这个时候要拐一个小弯，那我们方向往左拐的时候，后轮会跟着往右拐，所以它会缩小我们的一个转弯的半径。那刚才我在听产品说明的时候，他说这台车的整个的尺寸呢，可能相当于一台奔驰大 S 或者是劳斯库里兰，但是它的一个转弯的半径可能跟一台 Mini Countryman 会差不多大。那如果是到了高速的时候，一般来说它的一个后轮就会和前轮的转向是转的同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跑着100公里每小时过一个弯，我的方向往左打一把，后轮呢也会跟着往左打一点点，这样它会把自己的一个整个转弯的半径去拉大，提高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像保时捷等等的很多车子也都是这么来做的。所以底盘这一块呢，目前也是在一些研发的过程当中，等到下一次这台车完全去做出了一个交车的版本的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仔细的试一试底盘，好吧？这台高和呢，还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他们做了一个叫 HOA 的架构，说白了就是硬件我已经给你做好了，软件大家一起来做吧，就像做成一个安卓系统一样。你说这台车给了我们一个理想主义的东西在，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一些花哨，甚至觉得不切实际的样子。但是以今天我们对于汽车那种很熟悉的感觉来看，它的的确确又是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启示的。汽车如果完全以机械为本的话，我们最终会把汽车干成一个超级无聊的东西。但是以人为本的话，一切都可能会有新的创意和灵感的出现。最后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做成自己心中的那种安卓呢？这几个老男人、骚男人到底能不能把自己那么骚的创意都给实现掉呢？我觉得这些都交给时间去看吧。顺便说一下，第一代苹果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只有14个 APP， 现在呢已经有了280万个。